那个周旺啊，让他把织过的花本都复制一遍，让他暗中购买一些织机和丝线，分批运往南诏，切记不要留下痕迹。那余家从古北村带回来的那幅纹样要偷回来吗？放在基因那儿吧，我相信他会给我惊喜的。师兄不是想用那幅花本收复余家吗？现如今对我来说，季英英要比余家更加重要。与其收复余家，还不如收复季英英呢。英英，杨警官来找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还嫌事不够多。阿兄，你告诉他我很忙。看来是真的很忙啊。怎么聊？蜀红丝正在染制，杨警官未免督促的也太勤快了吧？毕竟是共锦染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那您看看这蜀红，可是你想的那蜀红？我去拜访过于掌柜了，村子里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白胜我也查过了。哦，哦，他可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来历不明，不知所图。这我知道。但是这益州城一大半的商人，哪个没点城府，没有危险呢？起码他不怕牛家，也不怕赵家。若有必要，与其选择盘根错节者，不如把这个新入局的拉到自己这边。既已无路，何妨一搏？是这么个理。季莹莹，我不是想阻你行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样一个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你就不能喊上你的盟友，陪你一起，这很难吗？当初是谁口口声声的啊，叫我给他托底的？你凶什么？之前赵修元也说过会一辈子站在我这边，可是结果呢？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尚且如此。我不是疑你，我只是习惯了。不能握在自己手中的都不敢依靠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，让自己强大的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我不知道，我是杨景兰，我杨景兰所许下的承诺，
一辈子也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知道了。你有杨三郎这样的盟友，是我之幸。怎么了？我还要继续染丝，你先回吧。阿兄，哎，来了。阿兄送杨警官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真没事。嗯。我杨静兰所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也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兄，我想到一个锦上添花的好法子。什么好法子？客官里边请。于掌柜，知锦在即，我飞花会亦有善之意者，今日想给您引荐一下。哦。季家锦坊季耀庭见过于前辈。耀庭不善纹样设计，唯在织造一环卓有心得，愿助于掌柜一臂之力。季郎请坐。多谢于掌柜。9年以来，这双手从未停歇。季郎技艺不减当年呐，我于家织锦坊恭候季郎君。多谢于掌柜。于掌柜，我今日来还有另一件事。这禾穗锦虽然历史悠久，古朴醇厚，可是时人多求新，光靠上面的纹样怕是不足以吸引人。我想在不改变原有花纹的情况下，增加其生动性和光泽感。譬如通过丝线的颜色调整，或是纹路重构，使其流光溢彩，织出一幅禾穗流波锦。禾穗流波锦，金色禾穗随风起伏涤荡，卷起万千岛了。金娘子，这锦的明暗光泽，一般来说，取决于丝线的光泽、颜色的配比、织法的组合而决定的。若要尤为突出这波纹流动之感，那在技法和颜色配比上就要推陈出新。
当然，其难度呢，不亚于研发一种新锦呢。如今，这和穗锦的花本，我还尚未还原出来，你又要我织出波光粼粼之感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我阿兄昨日也这样说，但是茵茵认为，我们既然要织，那何不把它做到最好呢？配色我可以帮得上忙，纹路我们可以借鉴蜀绣技艺，但是在织法上还得请您还有师傅们多多研究了。锦娘子，这研究和穗流波锦呢，它不只是技法上的问题。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没有钱就没法织锦。锦娘子，一种技法的研发，初期就要投入许多钱帛的。可余家和飞花会，我之前送过去的不够吗？感谢季娘子的资助，才保证我余家的工人和织机。可是，要研究新锦，需要多少？至少90贯。于掌柜，您与我阿兄只管负责研究如何织，钱的事情。钱，爷要钱有钱，要长相有长相，那他凭什么不喜欢爷啊？是三国酒。季娘子，您接着说。钱的事情我来想法子。法子，他不喜欢爷，爷有什么法子呀？爷也不长得身上。于掌柜，看来我得好好的去安慰一下我们的名誉会长了，失礼了。爷都想，就算是阿爷打死爷，爷也要去他家入赘。闭嘴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爷就说，爷就说，爷还，你敢泼爷？你别以为爷不打女人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。泼的就是你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，若流言传出去，你让平儿以后怎么做人？也没想那么多呀。那你想什么？爷就想成为平儿喜欢那样，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、并肩作战的郎君。啊，可爷不是那种人啊，怎么办呢，莹莹？你先别管平儿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你先想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做个人啊，做个堂堂正正、有事可做、有钱可赚、有人尊重的正经男人。那是做什么呀？要跟你们一起染丝吗？爷也不会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件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？赚钱。王掌柜，哎，来了。掌柜好。我们飞花会和于家合作了和穗流波锦。和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开放支持。我们3日之后会在岳不环酒楼进行拍卖，还希望陈掌柜大驾光临啊！好了，飞花会的事我一定去，定会赴约，一定支持。这季娘子倒是想了个好主意，可这些人不是怕得罪牛锦，不敢买飞花会的丝吗？这锦，他们敢买？大锦护背后谁家没有靠山呢？为了几筐丝得罪牛锦，的确不值。但这锦就不同了，重利之下必有勇夫，便是不买，也得过去看看。爷知道爷很潇洒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看着爷呀。你这个人啊，看似肆意不羁，其实呢，还挺通人情世故的。
溺死！走吧，看看热闹去。老夫人。来，拖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喂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杨警官来了吗？欢迎！嗨，来，里边请。14啊，之前都是别人来招待你，怎么如今换做你来招待别人了？刘永梅，你阿爷被罢免了。你能不能别老惦记我阿爷？他现在一提起你就头疼。我现在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那飞花会有事我肯定帮忙。再说，以爷的能力招待客人，那不绰绰有余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英英说了，你是警官，你不能拍，所以没给你留包间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我们走？白郎君这边请。他有包间吗？他有。看来新娘子是不欢迎我。季娘子亲自相迎，白某愧不敢当啊。你有钱，当得起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我要包间。杨警官，诸葛郎君，快请坐，这是我们自己人的位置。你再说一遍。坐还是不坐？坐。自己人。白郎君这边。自己人。您慢用。玉掌柜，你，杨夫人，怎么了？我是开酒楼的，他是来赴宴的，都是来赚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在。坐。长见识了吧？我们属地的女子，脾气各有不同，一个不小心惹她生气，那可就不好哄了。季娘子，生一下。各位益州的同行，大家安好。各位都已知晓，我飞花会和余家将要联合研制一款新锦。众所周知，新锦问世，定然大卖。今日我邀各位掌柜前来，拍的不是这新锦本身，而是新锦意味着高额盈利，拍成者便可得这新锦2/10的分利。也就是说，若每卖出1匹锦得利10贯，那拍主便可得2贯分利。新锦未成，因此今日我向大家展现的是这锦的纹样，大家请看。在益州城外有一处名为古北村的地方，世代信奉祭神。这麦穗纹锦是村中的信仰，禾穗是祭神的恩赐，让众生有粮可饱；蚕丝是雷祖的造福，让众生有衣御寒。而这锦上流动的波纹，是光，是水，是风，是上天与我们的恩赐。
20贯起拍，竞拍开始。怎么无人竞拍啊？他们大概是在担心研制不出来吧。诸葛郎君，我们飞花会是绝对不会骗人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些钱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过是9牛1毛，他们不是不信，只是没人想当第一个出头的。你不会要拍吧？这警官要是拍了假，谁还敢出价？我没钱，捧个人场。哎，这方锦既有悠远传承，亦有新意，本官很是喜欢。不如季娘子把这方锦交予我，我来帮季娘子请节度使慷慨解囊，如何？杨警官，这点小事就不用劳烦节度使了吧？待锦织成了，再献给节帅也不迟。诸位一直不拍，这锦何时能够织成啊？不如这样吧，季娘子，若第一个喊价之人最终能够拍得此锦，你可以与他什么好处啊？那便减1贯钱。若没有拍成，第一位喊价的客人若日后想要与飞花会订丝，那第一笔订单亦可折价1成。拍不成也有好处，那我出价21贯。21贯，诸位可有再加价的吗？主人，这锦若是被赵家所拍，恐怕再也没有问世之日了呀。再等等吧。季娘子，价高者得，该落锤了。60贯。金娘子，那人不懂锦，也不知道这仙锦的价值，我愿出60贯。拆自家夫人的台，帮别的女子抬价，夫君做事当真别具一格呀。不如夫人。赵家主，赵二夫人，我记得今日没有给2位送过拍卖会的请柬啊。我们慕名而来，怎么，我夫君拍了这锦，季娘子想要不认账吗2位之前不在，自然也没听我介绍。这锦寄托着古村的信仰，古村世代信奉祭神。在拍卖会之前，村里的李正还特意算过一卦，晋沾兵戈之人。所以我未请2位，2位也不能拍，抱歉。什么时候野村的习俗也需要锦王去遵守啊？诸位可还记得这1周锦业是以谁为首啊？此事我已向警官府呈报。本官总知道锦王与锦王夫人守一守这规矩，实在是天意难违，王法难违，不愿将这锦交给2位。
好，那我倒要看一看这天意王法降妖之锦落入谁的手中。好，那我就让赵尔夫人好好看看。请帘幕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英英也曾料想诸位不愿大张旗鼓，所以早早地做了布置。每个房间各有一个号牌，一根丝线，对应台上的铃铛。铃铛属于谁，只有各位及飞花会知晓，绝不外泄。诸位若想竞价，牵动手中丝线，铃铛一响，则表示加价无冠。各位，竞拍继续。弟子1号25贯，皇子2号30贯，天子1号35贯，弟子1号座50贯。这50贯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锦娘子可还满意了？我心里的是90。弟子1号50贯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杨家愿出70贯。是盲牌吗？杨家这是何意啊？哎呀，不愧是杨家长氏夫人呐！先生，还不到90，你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啊。论起做奸商，还是季娘子更具天赋。我更是期待你偷着。弟子1号80贯，这弟子1号似乎也志在必得呀。哎呀，白某愿出90贯。杨家95贯。白某100贯。100贯依次。100贯，绰绰有余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100贯2次。
地字1号，105贯。多亏爷这好点子吧，但是你们都不懂人心。地字1号105贯，可还有要加价的？105贯1次。105贯2次。不应该呀！爷叱咤赌场这么多年，分明看出白胜那小子实在比他。这个事情要搞砸了，英英会杀了我们的。你的。白郎君，还要加价吗？白某觉得还是不要夺人所好的好啊。金娘子，您请吧。地字1号105贯3次。成交。13、14吧。逆子。其实晋娘子不用这么客气，白某只是替晋娘子叫了2口价而已。地字1号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晋娘子如此坦诚。白郎君早已看穿，我又何必隐瞒？说来这何遂刘波锦与白郎君还有几分缘分，不知白郎君可愿意出资？白某倒是觉得这杨家出价不菲呀，晋娘子为何要选择白某啊？杨家规矩太多了，花本未成，这磨合起来太费劲了。如果白某没有猜错的话，杨家之所以会拒绝晋娘子，是因为明面上没有拍成，但最终却得到了景，就会背上一个暗中抢夺匿名买家拍品的名声。这个名声可真是不好听啊！不过，白某的名声在晋娘子眼里也是不值一提的。白郎君哪里的话？白某还好奇，你是为何如此笃定我会答应你的呢？白郎君向来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既然早料到我要说什么，若无兴致，又为何会来？好，钱我可以给，但是白某有白某的规矩。白郎君请讲。第一，3个月之内必见新景。好。第二，景样是怎么想的，怎么编织的，白某都得知道。第三，白某要去余家景房监工。你天天在这吹风不冷吗？害我找你半天。我睡觉的时候想到一个主意，不过需要你配合。说。这个掌门，咱俩谁当都一样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
因为我们都有私心，在公事和私情的影响之下，这个掌门便不好当。说重点。咱们轮着当，你当掌门，削弱一项门规，受到压力时便由我当；我当掌门，再削弱一项门规，受到压力便转于你。周而复始之下，总有一天会把这不合理的门规给破了。如何？你们俩想清楚了？我们想清楚了。二师伯，您便说行不行吧？倒不是不行。你们二人谁当掌门，老夫都没意见。一文一武，哪个也不可缺少。但这掌门之位非同儿戏，如何给江湖各派一个交代？那便说暂代掌门之位，不把话说死。毕竟上任掌门刚走，便火急火燎上位，好说不好听嘛。可代掌门的期限如何界定？待师祖回归，由他老人家裁定便是。也好，你们一文一武相辅相成，燕山派兴盛可期啊！那明日我便宣布，由玉郎暂代掌门，邢牧你且为大长老。有劳二师伯。张大哥也不在林中啊。张大哥，张大哥，青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要去百花门找你。青秋已经等不及要见到张大哥了。要不故地重游，再赏日落景色？好啊。一切都听张大哥的安排。这边请。站在燕山山顶看燕山风光，仿佛整个人都融入天地之间了。青秋久居于百花门，而百花门在山下，想必是不曾看到如此美景吧？山下的风景也很美的，好吗？如此良辰美景，理应赋诗一首，奈何青秋才疏学浅，不如请赵大哥代劳。赵某对赋诗这种风雅之事知之甚少，青秋若是想听，我去请二师弟来。倒也不必了。青秋可是冷了？
有些凉意。寒风伤身，那赵某送青丘下山。哎，怎么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？我们走吧。啊？走啊！哎，赵大哥，我肚子饿了。哦，那刚好，想必这个时辰百花门已经放饭了，咱们快走几步，说不定你可以赶得上吃晚膳。对，赵大哥。我想吃你烤的鱼了，不如我们就地重游，再去断崖之下。现在天色渐暗，崖壁又特别光滑，下去怕是明天才上得来了。哦。不过青丘属意，明日便明日吧。这家伙的资质更甚于我，只追我师尊颜无敌啊！若是普通人，别说承受我20年功力，便是1年半载也得活活撑死。可这个孽障，经脉打通之后，任你多少内力都给他吞了。为其贤侄，这也是因祸得福。看来这燕山啊，又出了绝世人才啦。这天才是心性加悟性，可他小小年纪却为情所困，也不知是福是祸。这为情所困，说明也是性情中人啊，这不正随我们俩吗？谁又能做到真正忘情呢？师尊不能，我不能，你不能，小君亦是不能。功法修炼我能助他，可感情一时，只能靠他自己体悟了。青丘今日来燕山派，所为何事啊？来问赵大哥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青丘已经知道答案了，
论招大哥当不当燕山掌门，秦就都无所谓的。明日燕山派会由顾玉郎暂代掌门之位。招大哥为何放弃啊？我没有放弃，而是在努力。青丘明日也要继位了吧？师父刘谢钦定我为继任者。恭喜你啊！送给你的贺礼。贺礼？啊，好沉啊！这，赵大哥。这是金子啊！啊，我的全部身家。你把你的钱都给我了？在家也是我娘管钱的。啊？赵大哥，这是你送给我的信物吗？定情信物，居然送金子！你知道我不擅长这些，至少我觉得送金子最实在。你若不喜欢的话，丢了就好。我喜欢，我喜欢，只要是招大哥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张大哥，青丘这边要回去，继任掌门了。我知道，你我之事关系重大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导致两派重新对立。
所以不可一蹴而就。你此次回去继任掌门，身份不同以往，恐怕我们有段时日无法再相见了。我知道。青丘，我会和顾一郎轮流当掌门，不断削弱门规，终有一日，可以将这些毫无道理的门规彻底废除。你相信我吗？嗯，我相信赵大哥。回去之后，我会与玲珑商议，只愿赵大哥能想着青丘。不能见面的日子，莫忘了燕山脚下还有个岳青丘。等我。可看出来了，内力不纯，经脉中杂质甚多呀。那可有何解决之法？解决的办法倒是有，不过魏期贤侄已近成年，骨骼经脉固定，不能像孩童一样灌顶净化。那可有何外力之法？丹药食材或有，但药嘛，危险性大，效果差，内力没有净化好，倒惹出其他毛病来；要么就是时间太长，几十年下来，内功倒是净化了，倒也错过了练武的好机会呀。玉叔，黑狗倒是想起一个方法来诊治，但就是说，传功。哎，什么是传功啊？何为传功？不行不行，他还太小了，万一坏了根基，得不偿失。对，玉叔说的是。黑狗说，黑狗说，不，你就跟我说吧，我愿意。哎呀，这个只要能治好，是什么苦我都愿意。我跟你说，传功需要你与功力相当的女子一同修炼，你愿意有屁用？别人愿意吗？哎，什么女子啊？贤侄还是太小，你呀，你现在不懂的。哎，黑狗说，那这传功可以净化我的内力吗？你首先呀，得找一个跟你实力相当的女子，跟你呢情投意合，而且她还得愿意帮助你。你要是实力相当，情投意合，我有人选啊。今天光特别好，这花洒够不够啊？近日可有人给我送东西来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东西你们吃了用了便罢了，但把信给我，没吃，没有，真没有一心。真的没有，真没有。一心怎么了？一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个正想他的君未期，最近没想他了呗？君未期。小程，师姐能否拜托你一件事儿？啥事儿啊？
你可否去燕山派打听一下，君卫七是否回来了？君卫七是谁？就是朝行木的小师弟，年纪呢与我相仿，是个少年模样。哎呀，就是傻不拉几的。啊，原来一心师姐也不是想象中的心无旁骛嘛。哎，你帮不帮？帮！我小程办事啊，你放心，保证帮你打听的清清楚楚。他离去时未与我告别，回来也未必知会我。小程，若是他回来了，你就叫他来见我。那他若是不来呢？他敢！我的祖宗呀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！我还以为你真被朝行木给扣下了。昨日一不小心稍微迷了点路，今日一早才寻了出来。你这什么烂借口啊？稍微迷了点路，我看你是被人稍微迷了点住吧。你脸色不对。没有。好吧，今日一早我便想到继任掌门之后不能轻易出门派和招大哥相见，我便心中难过。那朝行木怎么说？他说燕山派会由他和顾玉郎轮番代行掌门之职，让我且等待些日子。这一听，便是顾玉郎这样的脑子才能想得出来的计策，真不愧是美貌和智慧并重的奇男子啊！这计策很高明吗？燕山派家大业大，人口众多，掌门上面还有一堆师叔师伯，最上面还有一个师祖。若是他们把一个人的压力分担到2个人的身上，且这2个人都是出类拔萃、地位稳固，那我们百花门是否要随声附和？这还用说啊？赶紧洗出去！快！一共144条，每条门规下面还有细则。创派总是闲得可以。哎呀，我听师傅说，创派祖师临终前只留下了1条门规。就1条？对，就是不许与百花门来往，其他的都是师祖自己加的。唉，那他真是闲得可以。他活了100多年，除了练功授徒，想的不就这些吗？他要是把精力都放在练功上，早就突破大圆满。老人家嘛，不都有些怪癖吗？看这门规森严繁杂，一举一动皆有定数。我与青丘若想在一起，怕是难了。那可未必。水滴石穿，我们先做的是让2派不敌对，其他的诸如什么见面不说话、种树不种花，那就无所谓了。不都是你一句话的事情吗？搞那么麻烦。这里的陈设也不符合你这个九阴绝脉的风格呀。不就一句话的事吗？换。师兄，掌门，时辰到了。哎，
郎，即刻起，便由你暂代燕山派掌门之职。是。玉郎定然持身守礼，竭尽所能，将燕山派发扬光大。也请众师兄弟助我。谨遵掌门之命。现在，我以代掌门身份宣布：大师伯、二师伯、师傅与五师叔4位晋升太长老。大师兄招晴木晋升护派大长老，苍山远晋升外师堂长老，胡硕晋升内师堂长老，其余人等皆有调派晋升。谨遵掌门之命。另外，经历下西河作乱一事，燕山派与百花门联手抗敌，相携以渡难关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与护派大长老商议，认为两派敌对关系已然不合时宜，基于此，决定从今日开始，燕山派不再提防百花门，两派往后正常往来。但是，诸位门人弟子应谨记门规，不可逾礼逾矩，滋扰事端，否则定当严惩不贷。谨遵掌门之命。三师兄，哎，你这三师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来，速速服下此药。今日，岳清秋秉承师父之命，继任百花门第4任掌门。今后，我必励精图治，竭尽所能，带领百花门走出困境。也请诸位同门姐妹助我。齐心协力，齐心协力，共创百花盛世。共创百花盛世。齐心协力，百花盛世。齐心协力，百花盛世。百花门流落在外弟子程程，他将成为百花门第1位男弟子。
男弟子，小程，要不你先换回男装？是。师弟，不是个师妹吗？他是男的？到底是男的女的？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。师祖，你真不跟我回去吗？老夫要静养调息。黑狗，你说，这孽徒混账的很，你且护持一二。他若不管不顾滋扰人家女娃，你把他打晕了带回来，我自会收拾他。于叔请放心，黑狗心里有数。哎。今后，程将辅助玲珑大长老处理门派事宜，大家不要疏远她，把她当做姐妹便好。诸位师姐们，好！好，好帅呀！好英俊啊！真好看啊！下面，我来宣布几条掌门法令。第一，以后早课口号作废，不再与燕山派敌对，两派相安共处。我可以去玩了，太好了！第二，百花门财务捉襟见肘，皆因财源不广，思维保守。今后要以经营为第一要务。最后，门派今后事务全交于玲珑大长老处理，大家有事都找他。散了吧。姐妹们，师姐走了，那我们上不上？就这样走了。师姐走了，我们去。请讲，请。来，小心台阶啊！哎，好，您再来啊！好，慢走啊！啊，哎，贵宾里边请，咱们今儿倒了上好的葡萄酿，欢迎品尝啊！哎，您里边请，小心台阶啊！哎，来，你知不知道我精心谋划了这么久，我花费了多少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？好，你们偏偏不让我如愿是吧？行，我就不跟你们玩阴的了。只要不是朝醒木当掌门，谁当掌门谁都得死。我让你们看看我招文道的手段。你终于下头了。
我等这一刻等的头都快秃了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动手？我们啊，来，坐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你怎么这么热衷于帮我呀？就且不说我欠你人情还未还，就说我如今也没有其他的傍身手艺，我只会杀人，你总不能看我上街去乞讨吧？那你可以回你的无魂阁，继续当你的杀手啊，反正那儿的业务你也熟悉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回不去，我可不能回去。你真的就只是为了帮我，没有任何其他企图？这个都有吧？我就知道你有所图。起来，你分明就不是想败下去和为师吧？啊，你分明就是想借着我有求于他，好让你离开武魂阁。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赎身出来的时候，记恨阁主多年来对我的苛刻，我偷了他兵刃。你是说，你偷了明洪老祖的明洪刀？啊！玉帝老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？过来坐，坐。今后，你便是本门使者。我以大长老的身份给你布置的第一项要务，便是负责传讯。往哪传？燕山派。一个山上，一个山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呢，那我信使不嫌麻烦吗？你傻呀！如今我和大师姐已不再是弟子身份，怎能随意出入山门？被人看到了，还以为我们百花门无人可用了。那又怎样？反正两派这么多年知根知底，谁什么样心里没个数啊？何必多此一举？我看你是想造反啊！行行行，不就传个信吗？拿来吧。这封是大师姐以掌门身份交给燕山派掌门顾玉郎的，这封是大师姐以私人身份交给朝行木的，这封便是我以大长老身份交给燕山派大长老朝行木的，这封便是我以私人身份给顾玉郎的，这封是给雨成仙的问候信，如果雨成仙不在，便也交给顾玉郎。3封顾玉郎，2封朝行木，对吧？你可收好了，千万别给弄丢了。出了门便是燕山派，我想丢，你告诉我往哪儿丢。我在信中已经说了你的事情，且看顾玉郎如何回复吧。不过我想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今后你以2派弟子的身份出入也方便些。那我住哪儿？看你啊，百花门是欢迎你的。花掌门那间他不住了，我去住吧。也好，师傅的净室四下无人居住，大家都方便。若是你要沐浴或者方便，要到山后的僻静之处，你可别忘了。
不用你多说，巴不得躲得远远的。走了。大师姐呢？